今天我们听兄弟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一个人如果太善良，是不是真的会过得比较苦？我们常常说好人有好报，可现实中我们见到的却是太多善良的人被生活一点一点地压垮，被身边那些精明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占尽便宜。他们退让，他们沉默，他们把所有委屈都咽进肚子里，最后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里就有这样一个男人，他长得英俊，心地善良，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别人的事。他爱自己的妻子，爱自己的兄弟，为了他们，他愿意付出一切，包括自己的尊严、健康，甚至最后连命都搭上了。而那个被他当成亲兄弟的人，曾经抢走了他的爱情，后来又占有了他的妻子。可直到死的那一刻，他都没有恨过任何人。他在遗书里写，就是生离死别了，我们还是兄弟。你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人太傻，太不值得。可当我们真的走进余华笔下的兄弟，走进那个从荒诞到悲怆的世界，走进宋刚、李光头、林红这三个人的命运纠葛里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一句值不值得就能说得清的。这是一个关于善良被辜负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关于善良从未消失的故事。这是一个关于兄弟反目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关于兄弟永生永世的故事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慢慢地走进这段跨越几十年的命运长河，去感受那些笑中带泪、悲中藏暖的瞬间。故事的开头是一片阴间路上的茫茫幽灵。李兰走了，宋刚的爷爷也走了。这个曾经在乡下和老地主相依为命10年的少年，如今真正成了孤儿。他提着那只印着上海2字的旧旅行袋，从村口的月光里走进了刘镇。他要去找那个从小就和他没有血缘关系，却比亲兄弟还亲的人，李光头。宋刚回来的时候，李光头不在家。那天凌晨4点，李光头就醒了，他幸福地等着宋刚回来，天一亮就上街去配钥匙。他没想到宋刚天没亮就站在家门口了。宋刚提着旅行袋在门外站了2个多小时，2只手轮换着提，舍不得把袋子放在地上。那是他妈妈李兰用过的旅行袋，里面装着他全部的家当。李光头远远看见宋刚，飞奔过去，悄悄绕到背后，抬起脚使劲蹬在宋刚屁股上。宋刚一个踉跄，然后2个人就在家门口追逐打闹了半个小时。李光头一会踢左脚，一会扫右腿，宋刚抱着旅行袋左躲右闪，笑出了眼泪，也笑出了鼻涕。后来2个人拿到了第1个月的工资，宋刚在五金厂，李光头在福利厂。2个人的工资加起来36元，放在床上数了一遍又一遍。宋刚把钱叠整齐，放进了自己内裤上缝的小口袋里。他们第一次走进人民饭店，每人吃了1碗阳春面。宋刚说等以后生活更好了再吃3鲜面。然后他们去布店买布，做了一身深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。宋刚还配了一副黑边近视眼镜。刘镇的老人指着他们说，一个文官，一个武官。姑娘们私下说，一个像唐三藏，一个像猪八戒。看到这里，我想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，心里又暖又酸。暖的是，这2个从小没了爹妈的孩子终于熬出来了，有了工作，有了新衣服，还能吃上1碗热乎乎的阳春面。酸的是，他们穷得太真实了。宋刚把工资藏在内裤里，
去柜台买面的时候要当众解开裤子摸索半天。他不觉得丢人，因为他觉得那些钱太珍贵了，放在别的地方都不安全。张裁缝接过钱的时候还闻了闻，说有股尿骚味。宋刚近视的厉害，李光头逼着他去配眼镜，宋刚舍不得花钱，李光头吼他，等以后生活更好了，你的眼睛也瞎了。这句话后来再看像是一句谶语。宋刚的眼睛没瞎，可他后来的生活比瞎了还苦。大家注意一个细节，宋刚回到刘镇后，李光头做的第一件事是去配钥匙。这把钥匙是给宋刚的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李光头心里这个家永远有宋刚的一份。哪怕宋刚在乡下住了10年，这个家的大门随时为他敞开。而宋刚呢？他站在门外2个多小时，不肯把旅行袋放地上。那只袋子是李兰从上海治病带回来的，里面装过宋凡平染血的泥土，装过宋刚的童年。在宋刚心里，那不是一只普通的袋子，那是他和这个家和他的过去唯一的连接。他舍不得弄脏它。这2个人都是把对方刻进骨头里的人。可是啊，命运的玩笑往往就是从最美好的时候开始的。宋刚开始悄悄热爱文学，他写小说，请刘作家指教。刘作家在他手稿上乱涂乱抹，还在最后一页写了一段几乎全盘否定的评语。宋刚不高兴了，李光头更不高兴。他冲到街上，对着刘作家的脸揍了28拳，把刘作家揍得神志不清，躺在医院里说打他的是《水浒传》里的李逵。李光头还扬言要奏赵诗人，吓得赵诗人上街都像侦察兵一样探头探脑。你看，这时候的李光头还是那个愿意为宋刚出头，天不怕地不怕的混世魔王。宋刚受了委屈，他二话不说就去打回来。宋刚心里不安，想去探望刘作家。李光头虽然嘴上骂骂咧咧，最后还是同意了，还说我担心费了很大劲才奏出了他的劳动人民本色，他一吃苹果，知识分子的嘴脸又吃出来了。这话多好笑，可好笑之后又觉得心酸。李光头这人嘴上没把门的，可他对宋刚的好是真的。他可以把所有的钱交给宋刚管，可以为了宋刚去打架，可以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留给宋刚。而宋刚呢，他把工资藏在最贴身的地方，把兄弟的钱和自己的钱放在一起。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。那一刻的幸福感纯粹的像个孩子。可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，2个人的命运悄悄走上了不同的岔路。宋刚进了五金厂，每天按时上班下班，安静地过着他的小日子。李光头进了福利厂，带着2个瘸子、3个傻子、4个瞎子、5个聋子，竟然把年年亏损的厂子做成了盈利大户。他20岁就当上了厂长。一个坐在车间里规规矩矩干活，一个在外面风风火火闯世界。一个像水，一个像火，水能灭火，火也能煮沸水。可当火势太大的时候，水就只能变成水蒸气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2个孤儿终于长大了，有了工作，有了新衣服，有了在这个世界上站住脚的底气。可他们谁也没想到，真正考验他们兄弟情谊的不是贫穷，不是饥饿，而是一个女人。刘镇最美的姑娘林红。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那段让3个人纠缠了半辈子的爱情漩涡。李光头是什么人？14岁就因为在厕所里偷看女人屁股出了名。
可就是这个臭名昭著的李光头，有一天在桥上看见林红，竟然激动地流出了鼻血。他说那是为爱情献血，还说普天之下能为爱情献血的非他莫属。于是一场轰轰烈烈、荒诞至极的求爱大戏在刘镇的大街上拉开了序幕。李光头派了5个5、6岁的男孩去针织厂门口喊话，让他们对着林红喊李光头要向你求爱了。结果赵诗人使坏，叫孩子们喊成了李光头要和你睡觉了。林红气得脸色惨白，李光头气得要揪出阶级敌人。后来李光头亲自上阵，带着福利厂14个瘸傻瞎聋的员工，浩浩荡荡地兵临城下。2个瘸子走在大街上一左一右，3个傻子手挽手忽左忽右，4个瞎子被撞得晕头转向。李光头上蹿下跳的指挥，满头大汗。到了针织厂门口，一个花傻子看见林红，冲上去喊妹妹抱抱，被李光头拉住后，一拳揍在李光头左眼上，揍成了一只青苹果。李光头还不死心，又去林红家深入敌后。林红的父母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说林红这朵鲜花不会插在你这堆牛粪上。李光头挨了扫帚和鸡毛掸子，被赶了出来。可最要命的是，林红没看上李光头，却看上了那个一直跟在李光头身边、文质彬彬、戴着眼镜的宋刚。他在桥上叫住宋刚，满脸通红地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然后约他晚上8点在电影院后面的小树林里见面。这一段是整部兄弟里最荒诞、最好笑，也最让人心酸的段落之一。余华用几乎夸张的笔法，写李光头如何像个小丑一样在大街上折腾。他让几个孩子去喊话，结果喊成了睡觉。他带着福利厂的残疾员工去兵临城下，结果被手下的傻子揍成了独眼龙。他去林红家献殷勤，被骂成牛粪和癞蛤蟆。可是笑过之后，你有没有觉得李光头其实挺可怜的？他是真的喜欢林红，喜欢到了骨子里。他做这些荒唐事，不是因为他蠢，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一个人。他从小没了爹妈，跟着宋刚相依为命，他学会的生存方式是抢，是闹，是不择手段。他以为追女人跟做生意一样，只要下足功夫，舍得投入，就一定能成。可他不知道，爱情这回事，不是谁嗓门大，谁拳头硬就能赢的。而宋刚呢，他接到林红的纸条后，心里翻江倒海。他爱林红，可他更怕对不起李光头。他跑到桥下赴约，不是为了约会，而是为了把手帕还给林红。林红问他：“你喜欢我吗？”他说：“李光头是我的兄弟。”林红绝望了，纵身跳进河里。宋刚把他救上来，抱着他的时候浑身发抖，可一上岸又吓得松开了手。你看宋刚这个人善良到什么程度？善良到连幸福都不敢要。他明明可以拥有林红的爱，可他觉得那是从兄弟手里抢来的，他不配。他一次次退让，一次次把林红推开，甚至为了不让李光头难过，他把自己对林红的感情硬生生地压在心里，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大家注意一个细节，宋刚在桥下等了林红1个多小时，他经历了焦虑、激动、绝望，最后他告诉自己，来这里只是为了还手帕。他把手帕举到眼前，告别似的看了一眼，放进口袋。他以为这样就能骗过自己。可当林红真的来了，真的站在他面前，真的问他宋刚，你会游泳吗的时候，他所有的防线都崩溃了。如果你是宋刚，你会怎么选？
一边是相依为命为你出过头的兄弟，一边是你真心爱上的姑娘。选兄弟，你一辈子心里苦；选姑娘，你一辈子觉得亏欠。宋刚选了兄弟，可他选得痛苦。他后来上吊自杀，被李光头救下来，醒来后第一句话是：我不想活了。而李光头呢，他知道林红喜欢宋刚之后，第一反应是林红是我的，你不能喜欢他。他甚至说，你要是喜欢他，我们就不是兄弟了，就是仇人，就是阶级敌人了。可当宋刚真的为林红上吊，真的和林红走到一起之后，李光头做了什么？他去医院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。他把病历递给林红说，我既然不能和你生儿育女，我也绝不会和别的女人生儿育女。这句话现在听来悲壮的让人想哭。李光头这个人混是混，可他骨子里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深情。他得不到林红就断了自己的后路。他说我看破红尘了，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在大街上。宋刚追上去，他回头说，宋刚，你以后多保重。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兄弟两个人因为一个女人第一次真正分道扬镳。宋刚娶了林红，李光头成了孤家寡人。可日子还要过下去。李光头辞了福利厂厂长，准备自己创业，而宋刚也开始了他的婚后生活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两个人各自走上了怎样不同的路。宋刚和林红的婚礼在人民饭店摆了7桌，林红的亲友占了6桌，宋刚只凑了1桌。李光头没来，刘作家也没来。可那天晚上，李光头一个人在家喝了1斤白酒，呜呜哭了一夜。邻居说他的哭声像猫叫，像猪嚎，像牛哞，像鸡鸣。天亮时，他嘴里还有呜呜声。李光头结扎后回到福利厂，带着14个缺傻虾龙，把厂子做得风生水起。可他不想当厂长了，他想自己创业。他辞职后跑到上海，想做服装加工，结果赔了个血本无归。他回到刘镇，在县政府门口静坐示威，捡破烂为生。铜铁匠、张裁缝、小官剪刀、于拔牙、王冰棍5个个体户凑了7500元给他。他信誓旦旦地说要开服装厂，要打造光头牌、铁匠牌、裁缝牌、剪刀牌、尺牌、冰棍牌。结果他在上海晃荡了3个月，钱花光了，一笔生意都没谈成。他回来后说，失败乃成功之母。可那5个债主不干了，铜铁匠一巴掌把他从长凳扇到地上，张裁缝、小官剪刀、于拔牙一阵猛踢，王冰棍抱住他咬了一口。李光头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从此成了刘镇的笑话。而这时候的宋刚正沉浸在新婚的幸福里。他买了辆亮闪闪的永久牌自行车，每天接送林红上下班。林红坐在后座上，让他打铃，他就打出一长串清脆的铃声。刘镇的老人们说他们像天作之合。这2条线一明一暗，一喜一悲，余华把它们交织在一起，写出了命运最残酷的对比。宋刚这边是岁月静好，是夫妻恩爱，是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夕阳里闪闪发光。李光头那边是众叛亲离，是债主追打，是他像条落水狗一样在大街上被人揍得皮开肉绽。可你有没有发现，即使在这样的落魄里，李光头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一点都没少。他挨了揍不还手，因为他说，他们揍老子，老子不还手，是老子弄赔了他们的钱。
他去找宋刚，宋刚骑车躲着他，他就在县政府门口静坐示威。他捡破烂，别人叫他理破烂，他不觉得丢人，反而把破烂分门别类做成了正经生意。而宋刚呢，他婚后过得好吗？表面上看很好，林红疼他，把家里的钱都交给他管，还在他口袋里放2角钱和2两粮票，让他饿了就去买吃的。可宋刚不舍得花，他把钱攒着就攒给了李光头。大家注意这个细节，宋刚在街上遇到饥肠辘辘的李光头，李光头从地上捡起一截甘蔗头咬着。宋刚心里一阵难受，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都掏出来给了他。此后李光头只要见到宋刚，就理直气壮地把钱拿走。宋刚每天口袋里的钱都被李光头要走，林红每天又给他补上。林红以为宋刚学会照顾自己了，后来才发现那些钱全给了李光头。林红哭了，她说：“他又不是你的亲弟弟。”宋刚说：“他是我的弟弟。”林红说：“别提你那个后妈。”宋刚突然喊叫起来：“她就是我妈妈！”那是宋刚婚后第一次冲林红喊叫。这一段对话太重要了，它让我们看到，在宋刚心里，李光头从来不是什么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，他就是亲人。李兰临死前拉着宋刚的手，要他好好照顾李光头。宋刚答应了，他用一生去践行这个承诺。哪怕他结婚了，哪怕他有了自己的家，哪怕林红哭着求他不要再管李光头，他都做不到。可也正是这份做不到，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宋刚的善良是他的优点，也是他的弱点。他可以对任何人好，唯独不会对自己好。他可以为兄弟付出一切，却忘了自己也有家庭，也有妻子，也有需要守护的东西。李光头在县政府门口捡破烂，从被人追打的落魄汉，一步步做成了刘镇首富。而宋刚呢，他所在的五金厂倒闭了，他下岗了。命运又一次把2个人推到了截然不同的轨道上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李光头如何东山再起，而宋刚又如何一步步滑向深渊。谁能想到，一个在县政府门口静坐示威，靠捡破烂为生的李破烂，竟然在几年后成了刘镇的 GDP。 李光头从日本运回来3000多吨垃圾西装，转手卖遍全国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他买下福利厂，开服装厂、饭店、洗浴中心，还搞起了房地产。而宋刚呢，他下岗了，腰受伤了，肺也坏了。他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找工作，最后只能去码头扛大包。李光头从日本回来后，穿着阿玛尼西装，坐着红色桑塔纳，成了县人大代表。他开了一家控股公司，于拔牙和王冰棍跟着他成了股东，每年分红几十万。铜铁匠、张裁缝、小官剪刀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而宋刚呢，五金厂破产后，他去码头扛大包，别人扛1包，他扛2包，汗水把衣服湿透，球鞋里都是水。他每天累得脸色惨白，回到家倒头就睡，鼾声如雷。3个月后，他扭伤了腰，躺在床上半个月不能动。腰刚好一点，他又去水泥厂装水泥，戴着口罩，每天吸入大量粉尘。2年后，他的肺彻底坏了。林红心疼地哭了很多次，可宋刚没钱去医院，只能在家躺着。他卖过白玉兰，跟着一个叫周游的江湖骗子卖过人造处女膜、男性增强丸、
丰乳霜。为了推销丰乳霜，他甚至去做了隆胸手术，胸前多了2个假体乳房。他像个怪物一样站在大街上，解开衬衣，让围观的人看他的胸脯。这一段是整部兄弟里最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部分。李光头像坐火箭一样往上窜，宋刚像掉进沼泽一样往下沉。2个人曾经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，甚至宋刚还比李光头体面一些。他有正式工作，有铁饭碗，有漂亮的妻子。可时代的洪流一来，铁饭碗碎了，体面没了，宋刚被冲到了最底层。大家注意宋刚找工作的过程，他扭伤腰后不能干重活了，就去卖白玉兰。他一个大男人挎着竹篮站在服装店门口，腼腆地叫卖。姑娘们认识他，伸手向他要花，他不好意思拒绝，就白送。他卖了一天，挣了24.5块，最后2朵白玉兰不舍得卖，留给了林红。林红说应该卖掉，他眼里的热情一下子就熄灭了。你看，宋刚这个人，他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了。他不好意思拒绝，不好意思要钱，不好意思叫卖。他做不了生意，因为他骨子里就不是那种人。他善良、老实、脸皮薄，可这些品质在赚钱这件事上全是劣势。后来他跟着周游去推销丰乳霜，周游让他做隆胸手术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。他说，只要能挣到钱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这句话让我心里堵得慌。一个曾经那么体面，那么爱干净，那么在意形象的男人，为了钱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变成商品，可以解开衬衣让陌生人看他的假乳房。他不是不要脸了，他是被生活逼得没有选择了。而李光头呢，他发财后第一件事是去找宋刚，让他来做公司的副总裁。宋刚拒绝了，他说自己没这个能力。李光头气得骂他是王八蛋，然后让财务总监给林红送去10万元，说是宋刚的生活费和医药费。他叮嘱林红别让宋刚知道，怕宋刚不肯要。你看，李光头这人在混账，对宋刚的心是真的。他知道宋刚倔，不肯接受施舍，就偷偷把钱给林红。他知道宋刚身体不行了，就让人送他去上海治病。他说，你们的事我要管到底。可为什么就是这样2个人最后会走到那一步？为什么李光头会和林红睡到一起？为什么宋刚会选择卧轨自杀？答案也许就在宋刚的那句我做什么都愿意里。他太想赚钱了，他想让林红过上好日子，他想证明自己不是个废物。可他越拼命，身体越差，身体越差，越赚不到钱，赚不到钱就越焦虑，他陷入了死循环。而林红呢，他在针织厂被厂长骚扰，每天提心吊胆，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宋刚远在天边，李光头近在眼前。一个孤独的女人，一个空虚的男人，在某个夜晚就那样越过了界限。故事走到了这里，每个人都被命运推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路口。宋刚还在异乡漂泊，林红在李光头那里找到了身体的慰藉，而李光头在拥有了林红之后，却发现自己失去的更多。接下来就是整个故事最残忍也最动人的部分，宋刚的归来与离去。李光头发财后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他举办了首届全国处美人大赛，几千个自称处女的姑娘从全国各地涌到刘镇，住满了所有的宾馆、招待所，甚至住进了老百姓的家里。
大街小巷贴满了处女膜修复术的广告，连蹬三轮车的背后都写着还你一个完整的女儿身。刘镇一下子变成了处美人阵，李光头也成了全中国最炙手可热的话题人物。处美人大赛的初赛在大街上举行，3000个穿着比基尼的姑娘排成2公里长队，刘镇万人空巷。李光头卖检阅票，把卡车和拖拉机都租来了，5000多个评委站在车上检阅处美人。初赛淘汰了2000人，复赛淘汰了900人，最后剩下100人进入决赛。李光头在决赛前想睡个真正的处女，他让刘新文给他物色了1358号。这个姑娘身材高挑，脸蛋甜美，李光头觉得她肯定是处女。结果上了床才发现，她肚子上有妊娠斑，她生过孩子，处女膜是修复的。李光头骂了一声他妈的，还是干了4次。后来他又找了一个864号，结果更离谱。这个姑娘用了人造处女膜，到一半掉出来了。李光头哭笑不得，最后让他当了个荡妇，给了季军。决赛的结果更荒诞，冠军是1358号那个生了孩子的妈妈，亚军是通吃了10个评委的79号，季军是那个荡妇864号。赛后丑闻曝光，舆论哗然，可1358号竟然重新定义了处女。他说自己在精神上永远是处女。李光头非常赞赏说，精神上的处女仍然比比皆是。这一段是兄弟里最荒诞、最黑色幽默的部分。余华用近乎夸张的笔法写了一场全民狂欢的闹剧。几千个姑娘为了参赛，有的去做处女膜修复手术，有的去买人造处女膜，有的去和评委睡觉。10个评委被睡成了肾虚肾亏，有人发低烧，有人吃不下东西，有人视力减退，还有一个人说自己已经不喜欢女人了。可荒诞的背后是什么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浮躁、虚荣和物欲。李光头抓住了人性的弱点，把处女这个原本私密的概念变成了可以买卖、可以炒作、可以变现的商品。他卖门票、拉赞助、搞直播，把一场选美比赛做成了产业链。而那些参赛的姑娘，她们真的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吗？不，她们是为了名，为了利，为了那100万奖金。可在这场闹剧里，有一个人始终是局外人，宋刚。大家注意这个对比，李光头在大街上搞选美，几万人围观，钞票像雪花一样飘进他的口袋。宋刚在大街上卖花，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，连叫卖都不好意思。同样是刘镇的人，同样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，命运却把他们撕成了2个极端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，一个挥金如土，一个为了几毛钱斤斤计较。后来宋刚认识了江湖骗子周游，他说，只要能挣到钱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这句话是宋刚一生的写照。他不是没有自尊，他只是太想证明自己了。他想让林红过上好日子，他想让别人不再看不起他。可他越努力越狼狈，越想抓住什么，越是什么都抓不住。他像一只飞蛾，扑向那团叫成功的火，最后把自己烧得面目全非。处美人大赛的闹剧散场了，李光头赚得盆满钵满，可他也越来越空虚。宋刚则去了异乡漂泊，隆着胸，戴着口罩，像个怪物一样站在街头。而林红在李光头那里找到了身体的慰藉，却失去了婚姻的底线。3个人都在各自的方向上走向一个无法回头的深渊。
宋刚在外面漂泊了1年多，吃了无数苦，受了无数罪，最后只带回来3万元。他回到刘镇，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，林红不在，李光头也不在。他在门口站了一夜，等来的不是妻子的拥抱，而是邻居赵诗人一句冷冰冰的话。不用等了，林红跟着李光头走了。宋刚跟着周游走后，林红度日如年。烟鬼刘厂长骚扰他，他忍无可忍，李光头出面摆平了这事。刘厂长被撤职，林红被调到办公室工作。李光头开始频繁出现在林红面前，他的桑塔纳轿车每天从林红家门口经过，每次都会停下来问他宋刚回来了没有。有一次，李光头突然温柔地问了一句：“你还好吗？”林红眼泪夺眶而出。后来，李光头请林红为自己的巨幅肖像节目。那天傍晚，白宝马、黑奔驰开到了林红家门口，红地毯从屋里铺到大街上。林红穿着过时的衣服，像个丑小鸭一样爬进了宝马。李光头像个绅士一样吻了一下玫瑰，递给他，然后一切就发生了。在李光头的办公室，在饭店包间，在夜总会，在奔驰车里，在他家的床上，他们非常疯狂。林红说，他和宋刚结婚20年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。李光头让他体验了什么叫死里逃生。而宋刚呢，他在海南岛卖完了最后2瓶丰乳霜，决定回家。他取出了胸口的假体乳房，坐上了回乡的列车。他戴着口罩，腋下的伤口化脓了，他自己用剪刀拆线。他回到刘镇，走进家门，空空荡荡。他等到深夜，等到的是赵诗人的那句不用等了。宋刚在空荡荡的家里坐了7天，他写了2封信，一封给林红，一封给李光头。然后他去周不友点心店吃了平生第一次带吸管的小包子，把滚烫的肉汁吸进嘴里，一点不觉得烫。他走向城西的铁路，把眼镜放在衣服上，卧在了铁轨上。火车从他腰间碾过去，他的身体断成2截，可衣服上没有一滴血。这段剧情是整部兄弟里最残忍、最让人无法呼吸的部分。余华用近乎冷静的笔触写下了宋刚的死亡，没有嚎啕大哭，没有撕心裂肺，只有平静的叙述，平静的像一潭死水。可正是这种平静，让人心里堵得慌。宋刚回来的时候戴着口罩，他肺坏了，可他还是戴着口罩。他怕传染给别人，哪怕是陌生人。他走到家门口，敲门，没人应。他等了很久，等到天黑，等到赵诗人告诉他真相。他没有哭，没有闹，没有去找李光头拼命。他只是转身走进空荡荡的屋子，关上门。大家注意一个细节，宋刚在家的7天里，他每天只吃1碗米饭，自己做饭，自己吃。他把林红和他的合影一张张翻出来看，看完了叹息一声，合上。他把全家福的照片也翻出来看，看完了也叹息一声。他没有恨任何人。他在遗书里写，我不恨李光头，更不恨林红，而且也不恨自己。他还写，就是生离死别了，我们还是兄弟。这句话让我想哭。李光头夺走了他的妻子，可他在临死前还在叫李光头兄弟。这不是软弱，这是善良到了极致，善良到了让人心疼的地步。宋刚这一生没做过一件坏事，没对不起过任何人。他对得起兄弟，对得起妻子，
对得起所有人，唯独对不起自己。他去找李光头要工作的时候，李光头骂他王八蛋，他不但不生气，反而觉得高兴，因为李光头还像过去一样骂他，说明他们还像过去一样亲。他把李光头当成亲兄弟，可李光头在他不在的时候睡了他的妻子。可我们又不能简单地把李光头骂成一个混蛋，因为李光头对宋刚是真的好过。他发财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宋刚，他让宋刚来做副总裁，宋刚拒绝，他就偷偷给林红钱。他说：“你们的事我要管到底。”他这句话是真心的。可人是复杂的，李光头可以对宋刚好，也可以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。他空虚、孤独，渴望被爱。林红出现在他面前，一个眼神，一句话就点燃了他。而林红呢，她也是可怜的。她守着一个病恹恹的丈夫，被厂长骚扰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她需要的不是钱，是陪伴，是温暖。李光头给了她这些，她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她后来对李光头说：“我和宋刚结婚20年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。”这句话是她的真心话，可也是她对宋刚最大的背叛。3个人，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坏人，也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好人。他们只是在命运的安排下，一步步走向了那个无法挽回的结局。而最无辜的宋刚承担了所有的苦果。宋刚死了，他死在铁轨上，身体断成2截，可脸上很宁静。他走的时候没有恨任何人。而活着的2个人，李光头和林红，却在宋刚的尸体前互相咒骂，互相指责。他们都在逃避那个最根本的问题：是谁害死了宋刚？宋刚死后，李光头变了，他不再碰女人，不再去公司上班，整天待在家里，像个和尚一样吃素。他把总裁的位子让给了刘富，自己开始疯狂学习俄语，锻炼身体。他要上太空，要把宋刚的骨灰盒放在太空轨道上，让宋刚永远遨游在月亮和星星之间。他说：“从此以后，我的兄弟宋刚就是外星人了。”宋刚火化那天，李光头和林红在殡仪馆门口站了3天，他们披麻戴孝，冷眼相对，形同陌路。来吃豆腐宴的贵客们，每人塞给林红一个大信封，里面少则几千，多则几万。3天下来，林红收了100多个信封，据说有几百万。他用这些钱买了一幢6层楼房，开了美发厅。后来美发厅变成了红灯区，23个浓妆艳抹的小姐住进了楼里。林红变成了林姐，每天笑眯眯地对着手机说：“局长呀，经理呀，哥呀，弟呀”，把小姐们送出去服务。刘镇的群众都说这里是红灯区。李光头呢？他把宋刚的遗物，那只印着上海的旅行袋，宋刚手抄的任命文件，全家福照片，都珍藏起来。他雇了2个俄罗斯留学生教他俄语，每天在豪宅里只能说俄语，不能说中国话。他训练体能，打网球、游泳、跑步，还让赵诗人当他的体能陪练师，每天给他吃扫堂腿。赵诗人被摔得鼻青脸肿，但薪水很高，也就忍了。3年后，李光头终于要去俄罗斯的太空训练中心了。他说他上太空只带一样东西，宋刚的骨灰盒。他要把它放在太空轨道上，让他每天看见16次日出和16次日落。而林红继续开着他的美发厅，继续当他的林姐。
他的眼角爬满了皱纹，可穿着打扮越来越时髦。他走在大街上，看着与生意无关的男人时，目光冷若冰霜。故事的最后，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归宿。林红从纯情少女变成了美发厅老板，从被骚扰的受害者变成了组织卖淫的林姐。李光头从混世魔王变成了清心寡欲的太空游客，从追逐女人变成了追逐星辰。而宋刚化成了灰，被装进骨灰盒，等着被送上太空。这个结局是荒诞的，也是合理的。余华没有给任何人一个善恶有报的圆满结局。李光头没有遭到报应，他依然富有，依然可以为所欲为。林红也没有遭到报应，她甚至成了刘震的富婆。而最善良的宋刚却死得最惨。可这就是现实，不是吗？我们从小被教育好人有好报，可现实中善良的人往往被欺负，老实的人往往吃亏。宋刚的悲剧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太好了，好到不会拒绝，好到不会争取，好到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。他以为退让能换来和平，可退让换来的是对方一步步的逼近。他以为牺牲自己能成全别人，可他的牺牲没有成全任何人。而李光头呢？他得到了财富，得到了地位，甚至得到了他年轻时梦寐以求的林红。可他快乐吗？宋刚死后，他一蹶不振，不再碰女人，不再管公司，像个苦行僧一样活着。他疯狂地想上太空，不是为了探索宇宙，而是为了逃避。逃避这个让他愧疚的世界，逃避那个他永远对不起的兄弟。他要把宋刚的骨灰盒送上太空。他说宋刚会成为外星人。这句话听起来浪漫，可骨子里是深深的悔恨。他无法在人间弥补对宋刚的亏欠，就只能用这种方式把宋刚送到一个他够不到的地方，让宋刚永远活在星星和月亮之间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李光头在宋刚死后再也没有笑过？那个曾经嘻嘻哈哈、满嘴脏话、天不怕地不怕的李光头，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、吃斋念佛、连女人都不碰的和尚。他是在惩罚自己，他用自己的方式为宋刚守寡。而林红呢？她变成了林姐，每天笑眯眯的应酬，可她的眼神是冷的。她对男人再也没有感情，只有交易。她赚了很多钱，可她失去了爱人的能力。宋刚死了，她的心也跟着死了。三个人没有一个赢家。宋刚输了命，李光头输了魂，林红输了心。余华用这个残忍的结局告诉我们，在命运面前，没有人能全身而退。那些伤害过别人的人，最终也会被自己伤害。兄弟的故事，从宋刚提着旧旅行袋回到刘镇开始，到他的骨灰盒即将被送上太空结束，中间跨越了几十年，经历了文革的伤痛，改革开放的狂飙，物质时代的浮躁。李光头和宋刚这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，像两颗被命运抛出的石子，划出两道完全不同的弧线，最后又撞在了一起。李光头是火，烧得旺，烧得野，烧得整个刘镇都跟着他沸腾。他追林红，闹得满城风雨。他做生意赔光了又爬起来。他办处美人大赛，把处女变成商品。他睡林红，睡完了又后悔。他的一生像一场闹剧，闹到最后是彻骨的冷。宋刚是水，流得慢，流得近，流得悄无声息。他爱林红，不敢说。
他想要幸福，不敢争；他受了委屈，不敢喊。他的一生像一首无声的歌，唱到最后是一个休止符。而林红是风，他吹过李光头，也吹过宋刚。他让2个男人为他疯狂，也让自己在欲望里迷失。他最终变成了一个冷漠的女人，站在霓虹灯下，看着来来往往的男人，眼里没有一丝温度。宋刚在遗书里写，就是生离死别了，我们还是兄弟。这句话是整部小说最重的分量。他告诉我们，有些东西是生死无法隔断的，哪怕李光头伤害了他，哪怕林红背叛了他，他依然选择原谅。他不是傻，他是真的爱他们。我们常说善良要有锋芒，可宋刚的善良没有锋芒，他的善良是彻底的，无条件的，不求回报的。这种善良在现实里是活不下去的，可也正是这种善良，让我们在读完这个故事后心里留下一道光。它提醒我们，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在这个人人都在算计的世界里，还有像宋刚这样的人，用他们的退让和沉默守护着人性最后的底线。听完宋刚的故事，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？是心疼，是愤怒，还是无奈？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的答案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，我们都希望善良的人能被温柔以待，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不会辜负那些默默付出的人。当然，我们今天讲的只是《兄弟》这部巨著的一部分。余华老师的文字远比我们的解读更丰富、更细腻、更有力量。那些被我略过的细节，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情感，只有亲自去读原著才能真正感受到。所以，如果你被这个故事打动，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李光头、宋刚、林红这3个人物的命运，我强烈推荐你去读余华的《兄弟》。你会在那些看似荒诞的情节里看到真实的人性，在那些悲凉的结局里看到温暖的光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